大钱一招，除皇族外，属薛氏最贵，而唯一能与薛氏比肩的是燕氏。薛氏是皇帝沈郎的母族，燕氏则掌着兵权。20多年前，燕薛两家还有过姻亲，如今早已老死不相往来。薛氏这一任的家主是薛远。当年老定国公膝下有嫡子3人，原本该被立为世子的嫡长子得了重病，饶是如此，袭爵的也不该是薛远。就在老定国公犹豫的时候，薛远在教场与新继永义侯之位的燕穆不打不相识。不久，薛远娶了燕穆的姐姐燕敏为妻，得到了永义侯府的支持，轻而易举扭转了内宅中的劣势。老定国公为薛远请封，先皇下只立薛远为世子。老定国公身故，薛远名正言顺地成为家主。燕敏端庄干练，为薛远生下子薛定妃。平南王谋逆，薛太后推薛定妃出去送死。10月怀胎的孩子被人逼死在叛贼刀下，结发的丈夫不闻不问，还高调地入宫领赏。燕敏伤心欲绝，提出和离。在薛远之前，不曾有任何一位定国公与妻子和离，燕敏的离开被薛远视为奇耻大辱。薛远有心不放妻，奈何燕敏背后有侯府撑腰，且皇族对燕氏有愧，有薛太后出面劝诫，薛远只能妥协。从此燕薛两家便断了往来。燕敏离开不到1年，薛远续弦卢氏7个月后就产下薛叔、薛烨这对龙凤胎。作为同龄人，薛烨自出生就被人拿来与燕穆的儿子燕林比较，心里更是不喜燕氏。燕薛两家的明争暗斗，沈郎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他曾这样评价燕家：所谓兵符，就是燕家历代相传的私印，所以燕家只要还活着一个血脉，燕家军就永远不会真正效忠旁人。兵权一日旁落，沈郎便一日不能安枕，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更何况薛定妃当年是替他去送死，燕家对皇族始终有怨，对这一点沈郎心知肚明。沈郎有心借薛远削弱燕氏，但这不代表他就真的放心薛氏。亲历平南王之乱后，沈郎变得多疑，即使是对生母薛太后也不亲厚。当年先皇病糊涂了，将沈郎禁足，要送他去封地。幸而化名谢威的薛定妃秘密回京，一番筹谋后，才有了先皇立下遗诏传位沈郎。沈郎信任谢威，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谢威助他顺利登基，而是谢威虽为太子少师，却无实职在身，对皇权没有威胁。为免外戚干政，沈郎连皇后都选了小门小户出身的正室，薛氏女子进宫从不封妃。20年的时间里，好弄权的薛远与商人勾结，左右世驾，以漕运之财结交半数朝臣，在新武卫中豢养私兵。谢威将人政物证不留痕迹地交给了刑部，沈郎对薛氏的猜忌日盛。沈郎病弱却远没到弥留之际，但薛氏已经开始拉拢礼部欲立临淄王沈介为皇太帝，这无疑触了沈郎的逆鳞。薛氏被罚俸停职，然其不知收敛，视燕氏为眼中钉，欲除之而后快。燕氏一族世代领兵，燕穆在朝中颇受拥戴，薛远要除掉燕氏，只能污蔑燕氏谋反。燕陵观里，薛远奉旨抄家，张遮指出圣旨上没有翰林院的印作部的数。薛远快马回宫，重新盖印。2名兵士拿着枷锁要往燕林脖子上卡，旁边不远处立着的张遮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：刑不上大夫。燕家大祸临头是薛太后逼沈郎下旨的结果。郑皇后不信燕家谋逆，沈郎解释，谢威是葬官，有他在，燕家不会乱，大钱也不会乱。沈郎这么说道，鹬蚌相争，渔翁才能得利呀。薛远自以为除掉燕氏，朝中便无人与之对垒，却不知沈郎既防范燕氏，也忌惮薛氏，他要的从来都是燕薛两家互相制衡，好为皇族所用。燕氏谋反一案，起因是燕穆写给平南王的半封书信，内容是询问薛定妃的下落。这半封信是平南王手下龚宜城用箭射到定国公府门上的。20年前，平南王距离龙椅只有1步之遥，是燕穆率军将其击退，解了京城之围。那之后，燕穆手里的大军一半在通州遏制平南王余党，另外一半驻守边防，与大越相对而立。20年后，年岁渐高的平南王等不得了，在京中埋下暗桩，
借沈郎察逆党的名义治燕家谋逆之罪。燕家一到，军中群龙无首，便是他行动的最好时机。三司会审大半个月后，宫仪呈给了薛远另一封信，燕牧的笔记，内容竟提及要暗中扶植平南王的势力。燕氏的入狱打破了朝堂局势，薛氏一家独大，这也就意味着沈郎要坐稳皇位就必须削弱薛氏。江雪宁与薛叔决裂永义侯府勾结平南王逆党一案，沈郎念其曾为社稷立功，赦免燕氏死罪，杖30后流放。沈郎之所以开恩，是因为温婕妤有孕，他想为孩子积福。温婕妤差点因薛叔流产，薛叔要嫁沈介，看中的不仅仅是临淄王妃之位，而是入主宁安宫的机会。一开始，薛叔因为江家的治世手帕，把江雪宁当成了江雪慧，借玉如意案诬陷江雪宁与逆党勾结。薛太后想通过审问江雪宁，把罪名往燕家身上引，大有追根究底之势，却在张遮抓住宫女焦蕊后草草结束。第二日，焦蕊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慎刑司什么也没问出来。薛太后的反常让江雪宁推断出幕后主使是薛叔，他与薛叔决裂，通过长公主沈芷衣把江雪慧召进宫伴读，目的就是让薛叔寝食难安，坐卧不宁。江雪宁没除掉，宫里还多了个沈介心仪的江雪慧。薛叔与江雪宁的第一次交锋以失败告终。不久，薛叔看出温婕妤有孕，以赏雪为由，邀江雪宁姐妹等人赴宴。江雪宁得太监郑宝提醒，避开了。姚熙被人推着撞向温婕妤。事出蹊跷，聪明仁厚的江雪慧看穿薛叔毒计，提醒温婕妤宣太医，及时保住了他腹中的胎。沈郎子嗣西伯听闻温婕妤有孕，亲自吩咐太医院尽心伺候，大赏江雪慧。薛叔的所作所为彻底得罪了薛太后。假若沈郎病逝，于公质子继位，薛太后可垂帘听政，独揽大权，形势比成年的沈介登基要好。于私，温婕妤腹中的胎儿是薛太后的孙儿，她也容不得任何人残杀皇族血脉。失去了薛太后的庇佑，薛叔遭到了江雪宁最狠的报复。上一世，燕氏被流放没2个月，大越便蠢蠢欲动。沈郎不想重新启用永义侯府，便送了沈芷衣去和亲。婚后，沈芷衣备受折磨，因大越人不愿她生下混合2族血脉的孩子而被迫落胎。4年后，养精蓄锐的大越举兵进犯，屠沈芷衣于阵前祭旗。这一事，江雪宁为救沈芷衣，派人四处宣扬大越的使臣在京中横行霸道，若永义侯府安在，皇族必不至于送公主和亲。而长公主脸上有疤，幼时曾遭不幸，她嫁给大越恐为大钱招来祸患。更有甚者，直言薛氏处事不公，自己的女儿在家里备选临淄王妃，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却要把长公主送去偏远之地以色示人。在江雪宁的推动下，市井中流言蜚语四起。薛叔见薛太后和薛远都保不了自己，迅速进宫面圣。薛叔和沈郎的交易，江雪宁把薛家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他没有想到，薛叔的脱困方式是出卖色相。寝殿内，薛叔直视表兄沈郎，说道：“臣女久在薛氏，大小事宜悉知无疑。圣上若要向薛氏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”沈郎伸手抬起薛叔下颌，行止轻佻如对青楼舞女。薛叔慢慢将身前金扣解开，委身沈郎。第二日，种种不利于薛氏的证据浮出水面，薛远左支右绌，薛氏摇摇欲坠。沈郎没有差人将薛叔送回府再行册封，而是直接让他留在宫中，还罢了早朝，半点面子功夫都不肯做。薛太后被气病，沈芷衣打了薛叔。薛叔虽获封贤妃，但落得个被人耻笑的境地。他和沈郎的交易太恶心。薛叔与他的父亲薛远一样野心勃勃，为了当上临淄王妃，进而登临后位，他得罪江雪宁，谋害温婕妤，彻底失了姑母薛太后的心。大越求亲，江雪宁反将一军，薛叔愚笨，用出卖父亲的方式断尾求生。只是失去了母族的支持，薛叔与沈郎而言不过是个泄欲与权谋的工具，他的结局注定不好。